靓仔。看一个人会不会打台球，你就去看他私蹬杆法打得好不好。今天我们来教大家一种训练私蹬杆法最适合的球型，就是这5颗球，前面呢大概隔1颗球的距离。这个球型呢，同时也称之为叫懂球训练，意思你练完这个球型啊，你就知道白球打完目标球以后它的分离线路的一个精确值。这组球的训练要求呢，是需要白球每次打进目标球以后都吃1库上来，再叫下一颗红球啊。依次把这个打完。由于每次都要吃1库，所以你每次白球必须得叫的一个位置是向下的一个反角。那么对白球击球点位的精准度要求是非常高的。比如说我们的第1颗球，这个球型想要走到这个位置上，吃1库到这里到这里，对吧？肯定要带一点点的小低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球型呢，由于角度太小，如果我的力量不够大的情况下，我虽然是带了一点点低杆，你看它弹不上来，对吧？现在我必须得增大力量，好，我再打一个增大力量的啊，你看一下，发现低杆又太多了，是吧？有没有发现低杆从这一边来了？所以想要让白球走出这样的线路呢，就必须得打在白球的中心点位偏下一丁点的位置，同时力量还得比较大。好，来正确示范一下。你看啊，只有这么大力啊，击球点位很精准的时候，它才能走出这条线路上来啊。打到第2颗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跟第1颗球它的分离角度其实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第一个分离角，它是朝着这个库边比较垂直的，它的分离角90度啊。那第2颗的时候，它的分离角呢就在这个点；第3颗呢分离角就在这个点；第4颗呢分离角就在这个点。所以随着越往上，它的分离角越靠近袋口。这一杆我们看一下啊，它的分离角是这里，对吧？那入射角等于反射角，所以这一杆其实只需要中杆来击打就够用了。好，位置刚刚好。等到了这一杆的时候啊，如果还是用中杆击打，从这然后跑上来，可能会开始比较靠近库边了。所以打这一杆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给白球带一点点私蹬的杆法啦。啊，就是有一点点的往前的旋转，让它的角度呢不至于到这里，往前跑一点。好，这里要说明一下，这里所说的带一点点私蹬的杆法，并不需要你的击球点位打在中间偏上的位置，因为这个球呢有一段的距离，所以我只需要打在中间的位置上，它会给摩擦力带上一点点向前的旋转，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打了一个私蹬的杆法一样，所以呢力量不需要太大。这个位置啊非常适合，但是对于新手来说，这一杆又非常难了啊，因为现在的这个角度走的比较小了。我刚刚说过了啊，这颗球越靠上的球，它的分离角的线路越接近这个袋角，所以反弹出来以后，它是朝这个方向的。现在大家来想一下，这一杆想要吃这一库啊，然后呢上来到这里，它是最适合的线路，对不对？它就一定要让白球带上一点点往前的旋转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打的白球中心点偏上一点点了啊！记住了，角度小力量就得大啊，角度大力量就得小。好，这杆就需要力量非常大才能吃1库上来，必须要带大概半圈左右的旋转啊，让它原本的吃库点从这个地方变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呢这样子进去，这样子弹上来啊，来看一下。好，这个角度就是比较适合了，刚好能走出一个反角出来。好，同样杆法，私蹬的杆法继续打，啊，再走下一颗这种啊。当我们非常熟悉了啊对私蹬杆法的应用了以后，比如说这个球型，这里有个障碍球，如果只打中杆，它是不是吃1库以后很容易撞到9号球，对吧？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只需要有一点点的私蹬杆法，好，再看一下角度有点大，所以呢力量不能太大，就要中等偏中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跟刚才有一个杆法是一样的，只需要打白球中心点的位置，力量稍稍小一点就可以了。它就轻轻松松能够走到这个黑球的位置。大家一定要去多练这种1库走位啊。同样，对于这边的这个库边也是一样的啊，私蹬的一点点私蹬的杆法，这种蹬1库的杆法是在台球里面最常见的啊，所以练好了这个杆法，你就是能够进阶到高手的行列当中了。下课。